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来开箱 M1 Max 的 MacBook Pro。那我这次呢买的规格是14寸的，里面配的是32核心的 GPU， 还有1TB的容量大小。那也要非常感谢我们这次找的香港代购中环艾伦，真的非常快就帮我们寄出电脑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也会贴链接在下方哦。那我为什么会买这台电脑呢？主要就是用来剪片用的，所以我对它期待算是还蛮高的哦。那如果你也刚好在犹豫要不要买 M1 Pro 或 Max 的 MacBook Pro 的话，我们今天除了会讲解它的规格之外呢，也会稍微讲一下差异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直接来开箱吧。包裹真的感觉还蛮重一台的。那第一次看到这台电脑，还有拿在手上的感觉呢，真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厚重。因为在这之前，其实我并没有看太多网络上面的评论，因为我想说我要第一手的感受它。那因为我之前用来剪片的这台电脑呢，它是2016的 MacBook Pro 13寸，看上去真的薄很多呢，拿起来也轻非常多。而且这一次我 MacBook Pro 挑的是银色的，然后我之前用的是太空灰。如果光看颜色的话呢，我非常喜欢太空灰，但是苹果跟我讲说这个颜色非常容易粘指纹，就是手油什么的粘上去不容易擦掉。那我自己实际使用也的确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这一次选银色算是一种妥协吧。那大家呢就可以看一下它们两个之间的差异，其实厚度是真的差蛮多的。重量的部分呢也重了不少，所以如果你是平常有需要携带它的话呢，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。一打开今年的 MacBook Pro 真的是超级开心，因为终于没有 Touch Bar 了。我是一个非常讨厌 Touch Bar 的人，因为每一次打字都会碰到右边的那个 Siri 按键，而且这一次没有 Touch Bar 之后呢，这个按键看起来就比较整齐。那在键盘的部分呢，我也觉得比过去的触感还要更好。那这次这个键盘呢，少了 Touch Bar， 也多了几个快捷键，像是勿扰模式啊，或者 Spotlight 之类的都非常好用。在萤幕部分呢，这次边框修窄真的超级有感的。然后大家也知道，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它多了一个刘海。那这个刘海里面呢，就有着 1080p 的相机。然后另外我还想要提到这次萤幕它的升级，我非常的有感，因为我之前就是一直看这个萤幕嘛，我就已经觉得这个萤幕已经很好了，没有想到它出现之后呢，立刻形成对比。就是我会觉得在 MacBook Pro 上面，我这张桌布它变得非常的立体。然后每一个数呢都看得非常的清楚，然后亮度也变亮了，然后再回去看我原本的萤幕就变得有点扁平，然后颜色就暗暗的这样。但是其实我这个萤幕是非常好的萤幕所以相形之下呢，就是这一次萤幕真的有升级。在它外观插孔的部分，我这次最满意的就是它多了一个记忆卡的插孔，就是之后我要把相机里面的东西输入到我的电脑里面呢，就直接插记忆卡就可以了。因为之前我都还要另外买一个那个转接器，有没有？另外呢，它还有 HDMI 的输出，如果你想要接电视或接萤幕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它还配了一个3.5公厘的耳机孔，另外还有3个 Thunderbolt 4的孔。另外呢，这次它的充电孔也是一个亮点哦，就是它开始支援 MagSafe 3。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充电的插头上面呢，它是有磁力的，就是你在插它的时候呢，它会直接吸上去。但是在拔下来的时候非常好玩哦，就是你直接拔呢是拔不下来的，你必须要有一个角度，那有一个角度就很快就可以拔下来了。那这样子就是避免你今天去直接扯到它嘛。那如果你今天电脑是上下移动的扯到的话呢，它就会直接断开。那我自己呢，本身是用不到这个充电的插头的，因为我现在都是用这个萤幕在充我的电脑。如果大家对这个萤幕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也贴链接在这边。我之前有做过一部影片。那实际开机之后呢，我自己测试一段时间，觉得它的开关速度真的超级快的。我自己感觉是完全没有那个开机的等待期，就是你登录之后，它的桌面就直接跑出来了。稍微介绍一下这台电脑的规格。这次我买的是 M1 Max 32核心的 GPU。那光是这句话呢，应该就有很多人很疑惑说，到底它跟 Pro 还有它的核心数量到底是差在哪里？还有在你实际使用上感受到底差在哪里？首先呢，这一次不管是 M1 Pro 或是 M1 Max， 它们都是针对图像处理，像是 Photoshop 或是剪片等等的专业领域来进行优化的。
那我会买到这个规格呢，主要原因就是它是我的身材工具嘛，就是我每天都要在上面剪片，所以输出速度很快，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就升级到了 M1 Max， 然后核心也把它加到了32核心。那我自己呢觉得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指标，第一个就是你使用它的频率，你今天是一个业余的使用者还是一个专业的使用者呢？如果你是越专业的话呢，你就越应该要升级到 Max， 然后越高的核心。如果你只是业余在电脑上面玩一玩修图啊，或是剪片的话呢，我觉得 Pro 大概就够了。再来第二个指标呢，就是你今天会不会做很复杂的内容，例如说你今天 Photoshop 就是要叠非常多层啊，或者是你的影片里面有非常动画的话呢，建议就是升级到越高等越好咯。再来第三个呢，非常直白的就是你的预算。那今天这个预算呢，其实主要还是要衡量你愿意花多少钱来换你未来的时间，那就要综合到我前面说的2点，你使用它的频率到底高不高。如果你使用它的频率非常高的话呢，你未来所省下的时间就等于是你现在可以用金钱去买得到的。那如果你今天使用它的频率不高的话呢，你花这笔钱其实效益就没有那么高。那如果你今天刚好预算卡在 Pro 的话呢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 Pro 其实效能也是非常强的，只是它输出的时间可能会多 Max 一点点。那在储存容量的部分呢，我这一台它的标配就是1TB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想要往上加的话呢，它最高是可以加到8TB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它实际在影片输出上面，它的效能比起过去增加多少。那主要呢会跟我过去那台2016的 MacBook Pro 来比一下。那我们今天输出的都是6分钟 HD 的影片。那首先呢，我们用 M1 Max 的 MacBook Pro 来用 ProRes 编码输出，总共花了1分44秒。那2016的 Intel MacBook Pro 呢，则是用了4分46秒，所以大概是差了3倍的速度左右。接着呢，我们尝试用 H.264 编码输出 HD 6分钟影片。M1 Max 的 MacBook Pro 使用了2分34秒，而2016的 MacBook Pro 则是用了4分15秒，所以大概是差了2倍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次呢 M1 Max 如果你用 H.265 输出的话呢，它的时间只需要花1分40秒，答案会比 ProRes 输出小非常多，但是时间花的其实是差不多的。所以像总体测下来呢，这一次这个 M1 Max 的 MacBook Pro 真的非常的强大。如果要输出更长的影片的话呢，这个时间差距就会更大。那我自己实际使用下来呢，升级真的超级有感的。当然我都已经付出了这个价格，就是快10万块的价钱，所以升级是理所当然的嘛。而且不只是影片输出的速度，像是今天它可以直接插记忆卡，这样传输就会变得更快了嘛。然后它开关机呢也变得非常的快，然后平常在执行程式的时候也非常的滑顺，所以这样长久省下来的时间呢，我觉得是非常超值的。还有另外一个要提到的就是之前呢，我剪片都是用我原本的电脑，然后接这个 eGPU 剪的。它这个 eGPU 主要就是在我影片输出的时候会让它速度变快。但是其实这是有代价的。第一个就是它会发热，而且它的效能呢，其实传到电脑上面之后，它的效能是减弱很多的。那现在买了这台 MacBook Pro 之后，我就再也不用接 eGPU， 因为它本身就已经非常的强，所以我非常期待之后用它来工作的日常。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次的 MacBook Pro 有没有兴趣呢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一起讨论哦。我真的好开心，我买了新电脑，虽然花了很多钱。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